一觉醒来，我写的小说竟然被世界抄袭了，电脑8个G 的文件莫名消失，7座星塔降临人间，劈开地平线之剑，魔之执行者，黑色神枪，这些可都是我小说里的内容。世界竟然按照我的小说创建了塔，而我得到唯一职业故事的原作者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世界各地出现了塔，塔的里面和神话中的描述非常相似，就像是有人按照神话打造出来的一样。但塔带来更多的是不幸，因为塔的周围会出现地下城和怪物，而分析塔并破坏地下城的人被称为地下攻略者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。小时候我就非常崇拜他们，所以我下定决心也要成为地下城攻略者。于是我拼命的学习，我看完关于塔和攻略者国内外所有相关书籍，成功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攻略者学院。就在我以为自己终于能够成为一名攻略者的时候，现实狠狠把我从天堂打入地狱。我也明白了，有些障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跨越，不管我再怎么锻炼，身体依旧孱弱。我被判定为不具备攻略者特有的固有能力，于是我休学了，放弃成为攻略者这个唯一的梦想。现在已经过去2年，我并没有陷入痛苦而挣扎，只是把自己对攻略者的幻想写成了小说。小说也终于到了最终章，虽然舍不得，但既然是小说，总会有完结的时候，还是睡一觉再起来写结尾吧。我习惯地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播报着新闻，国内唯一神性能力者回归，大部分的塔已经成功攻略，世界的和平指日可待。真帅啊，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，不像我连觉醒都做不到。我可以肯定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努力。带着不甘，我进入了梦乡，而我电脑桌面不停闪烁着。为了创建塔，将探索新的记录。世界在小说中发现用来创建塔的完美设定，将按照小说设定来创建塔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被电视中的惊呼声吵醒。前所未闻的大事发生了，国内出现了5座新塔，目前已公开的塔名是劈开地平线之剑、魔之执行者、黑色神枪。听到这些名字我惊坐起，而此时电视报道又发现2座新塔，而且预测他们是最高等级。我肯定没听错，这塔名分明就是我小说中的角色名。我着急忙慌打开电脑，然而桌面的文档已经空空如也，全没了。我保存在桌面上的原稿都不见了。接着一个弹窗出现在我眼前，您写的未公开小说《灭亡的时代》被世界选中，承载着您伟大世界观的塔已经建成。我大感震惊，意思就是我的小说被世界抄袭了。紧接着我的系统面板出现，看到唯一固有能力那一栏时，我整个人呆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说不定也能成为攻略者。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那么简单。这几天我尝试使用能力上千次，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。看到是唯一等级，害我白白高兴一场。没想到发动条件如此苛刻。来到超市，我还在不停思考，只有得知对象的一系列信息，我才能借用对方的力量。所以这种能力我该如何使用啊？就在这时，身后有人叫我，韩正明前辈，我没有认错吧？而我一眼认出来，人是李赛琳，他是我的邻居，是一名拥有冰冻世界的学生。由于之前总是给他补课，我们才熟悉。但在我入学后，我就没见过他，因为在他入学时我已经休学了，而且我也一直在故意躲他，因为我怕他也听说了那件事。此时他的热情让我不知所措。你大白天就喝酒吃饭了吗？而我转移话题问他在学校怎么样。你这是在转移话题吧？我挺好的，前辈你在学院可出名了，听说当时天命工会邀请你去做分析员，没想到你拒绝了，那可是国内3大工会之一。我拿了2袋速食品表示自己买好了。其实我并不想跟别人聊这件事，再说那个世界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刚想到这，我感到莫名心悸。故事的原作者感知到了艾弗顿的气息，我立马想到艾弗顿是恶魔的追随者，所以我小说的反派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们可是恶魔的狂热信徒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团体。这时李赛琳询问我发生什么事，突然那个追随者倒下，李赛琳想要过去帮忙，被我制止了。大量魔气从那个追随者身上冒出。系统提示：艾弗顿的信徒召唤了血色狼。只见黑色魔气凝聚盘旋，然后形成了一个传送口，接着2头长得像狗的恶狼从中走出，他们立马朝人群扑去。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李赛琳着急说道：前辈，我们得赶快救人。但他突然想到我没有固有能力，但我立马打断他的思绪，你去带大家躲起来，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。但此时我是无比紧张的，仅凭我的能力该如何拖住他们？不容我细想，一头血色狼已经来到我面前，而我现在还不能掌握任何能力。幸亏他有红眼病，只是划伤了我的脸颊，而我也找到可以当成武器的物件。我刚拿起指示牌，那只恶犬就一爪子拍下，我整个身子麻酥酥的，手中的棍子也被卷成了麻花。下一次攻击我还能挡住吗？而唯一的救星李赛琳正在保护群众，我心想如果能使用沉浸技能就好了。系统好像听到我的心声，答复我，请回想您的原作剧情。闻言我脑子一片清醒，小说里我花费2年构思并创造的各个人物，我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信息。既然如此，小说的最强剑是劈开地平线之剑，我要以它作为沉浸对象。可系统的回复让我再次犯难，实力太过悬殊，固有能力发动时您100%会死亡，请故事的原作者重新使用技能。我深知现在的我如果沉浸到7大英雄中必死无疑。这时我灵机一动，假设有一座以希腊神话为原型创建的塔，而塔的主人所有经历都会呈现在塔中。如今我小说的英雄成为了现实塔的主人，这意味着与他们相关的人物也存在于现实中。我想到了可以沉浸的人物，士兵马伦，一名普通的守门士兵，而守门士兵擅长以弱制强，以少胜多。对象的相关信息充足，满足沉浸的发动条件，固有能力沉浸发动。接着我就是一顿输出，连狗子的牙都被惊掉了。对长枪的理解程度快速提高，施展感知度提升，暂时获得体术，一竿子刺下，血色狼饮恨而亡。我杀气腾腾望着最后一条恶犬，他拔腿就跑，
对此我并没有追击，而是举起指示牌瞄准。与此同时，李赛琳用冰冻世界干掉了眼前的血色狼。他正想着带大家躲起来，却不经意间一瞥，看到了站在血色狼尸体旁的我。此时我正大口喘着粗气，沉浸结束，接着我倒在地上。但我此时是无比窃喜的，终于沉浸成功了。接着系统提示，您已习得体术，得知活用全身肌肉的方法，在沉浸过程中施展了超出您体能的力量。惩罚开始，霎时间我只感全身肌肉像被火烧一样，接着身体剧烈抽搐，我止不住惨叫出声。李赛琳着急询问：“您没事吧？”我表示只是肌肉酸痛而已。过了许久我才坐起身，这时候李赛琳感到疑惑：“你说你在学校还没觉醒吧？可是你的实力很强啊。”闻言我也是一怔，然后看着自己的双手激动不已。然而我却说：“刚才情况危急，我的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，看来是在学院做的训练起了作用。”闻言李赛琳半信半疑，我也不管他了。如今我得知沉浸可以用在配角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具备相应的体能，就能借用任何人的力量。那接下来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我的体能。一觉醒来，我因为昨天打了几条狗登上热搜，其中就有不少键盘侠纷纷吐槽，说我长这么壮就打几条狗有必要报道吗？我这也没招谁惹谁啊！好在昨天被救下的人群有人为我发声，这才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黑暗。这时聊天软件响起，以前不联系的陌生朋友发来信息寒暄，其中最让我在意的是教官的信息，没想到他竟然关心起我来了。然而我也没想太多，现在我知道沉浸能力的使用方法，所以不用整天宅在家里了。毕竟我的梦想是成为地下城攻略者，现在的我也终于有勇气去靠近那所谓的塔。塔刚出现的时候，无数顶尖攻略者去挑战，能成功攻略塔的人都获得了稀有的技能或全能，他们无疑不得到全世界的瞩目，所以有攻略塔后就能获得成功人生的说法。虽然现在攻略难度大幅度提升，几乎没人能成功，但还是很多人前去挑战，毕竟攻略塔的成功率依旧比买彩票高得多。奇怪的是，没一人能进入建筑之塔，那座根据我的小说创建的塔之一。我心想靠近点看应该没问题吧，好不容易我才来到塔底，不愧是我描述的塔，果然很是壮观。我二话不说便跑到石碑前抬手触摸，这时候有人叫我：“你是第一次见到塔吧？就算觉得神奇也不能随便乱摸，这样很危险。”其实我也知道，碰到与塔相关的东西就会被邀请入塔，所以能力者们都不会随便碰与之相关的物品。然而我更加嘚瑟的使劲抚摸，毕竟我是一个弱小的普通人，但是我该为此感到庆幸啊。与此同时，塔的内部正有人看着我，这家伙是谁？怎么在塔前面乱晃？虽然从他的魔力看来分明是一个普通人，可我怎么觉得他很碍眼？他好像隐藏了些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他叫进来聊一聊吧。这时被我触摸的石碑发光，下一瞬我眼前的场景变换，劈开地平线之剑初次发出邀请，邀您进入建筑之塔一层，捕食者的空间，难度未知，1小时后灾难级怪物苏醒，请在他们发动攻击前逃离一层，奖励未确定，浓郁的魔力正在刺激您的呼吸器官。我心想完蛋了，没有攻略能力的普通人进入塔的情况从未发生过。虽然我曾经也想登塔，到头来被贴上没有资格成为攻略者的蠢材的标签，就算现在觉醒了固有能力，但这也不可能攻略塔呀！你竟然像个稻草人一样站在那里，这副挫败的样子真是可笑。突然一个弹窗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好不容易降低难度邀请你入塔，你却是这副蠢样，你终究只是一个运气好的废物啊！等一下，还能降低难度的吗？这是我的塔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闻言我大吃一惊，所以你是艾丹？你知道我心想当然知道啊，因为是我创造了你。但我能这样说吗？也许这家伙和我知道的艾丹不一样了。这座塔才出现没几天，看来我已经很有名了吗？哎呀，人气太高很累的。听着不要脸的语气，我肯定他就是我认识的艾丹了。他是7大英雄的主人公，也是我以自己为原型打造的角色。少年的他只会剑术，但魔力觉醒方面没有天赋，是他的师傅让他觉醒。最后他和同伴消灭恶魔，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，同时他也是我最喜爱的角色。没想到我竟然和自己写的小说主人公对话了。总之我降低难度邀请你入塔了，你自己逃出去吧。说完这话他便消失了。如果不可能做到的话，塔应该不会邀请我入内了。这是我小说中的世界，所以我一定有办法。突然一头巨物从我上空飞过，我的心瞬间拔凉，再拖下去的话我真的会死。我得赶快寻找线索，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。走没多久我来到一个地方，这里地上很多断掉的木块，我拾起其中之一，上面赫然刻着艾丹的名字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小说中的第一个插曲，没有天赋的少年觉醒成天才的地方，艾丹的训练基地。原来塔是从艾丹的觉醒开始构建的吗？我知道攻略的方法了，但他不是说降低难度了吗？就算知道方法，就凭我真的能做到吗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抱怨处境不过是在浪费时间，想通后我举起断剑，一点点的在土里翻找。很快我便发现通关的秘诀在地下，我用力一拉，一株长得像头发的植物被我从地下拉出。这是一种叫做火极天的灵草，虽然它让人看着很不舒服，但吃了它大概率能让人永久提升一点魔力。这种灵草很难找到，可是只要找到一株，那它的附近就会有很多。接着我浅尝了一小口，嘴里的口水便哗啦啦往下流。这玩意真的是特别苦，而我从小就严重挑食。距离怪物潮来袭还剩45分钟，我立马紧张起来。韩正明，现在哪有时间挑3减4啊？再不吃真的会死人的。于是我拼了命的吃，为了能多吃一点，甚至不咀嚼，这样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。距离
怪物潮来袭还剩15分钟，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注了，20、30，好像更多吧，可能是太补了，我都流鼻血了。对魔力的感知度有所提升，魔力增强，超出身体能承受的魔力容纳量，身体开始失衡。我擦掉鼻血振作起来，不管怎样，我现在已经积累足够多的魔力了，接下来要把所有魔力注入木剑中，而我的所作所为都被艾丹看在眼里。这家伙怎么知道火祭天的存在？突然就开始挖来吃，而且地球根本没有这种东西，难道他早就知道关于塔的情报了？而我终于到了最后阶段，要通过一层还有一个关键。我记得当时艾丹的魔力运行很不稳定，是他的第一个老师教会他如何运行魔力，如果是他的话，肯定能做到的。我把木剑刺入地里，沉浸打垒伊玛莎，高级魔法师打垒伊玛莎符合沉浸条件，魔法正在庇护您。看到这一幕的艾丹惊呆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是老师的魔力。接着我将魔力汇聚到心脏，再从心脏流入指尖，最后注入剑中，魔力严重枯竭，失去控制的魔力在体内暴走，心脏发生异常，魔力运行过于勉强导致身体异常。而我对系统的警告视若罔闻，一大口鲜血吐出，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还会运行魔力！劈开地平线之剑提醒您，这样下去您可能会死。我当然知道这也许跟自杀没什么两样，但比起什么都不做，任由自己无力死去，为了活下去而挣扎，这才是我想要的。过了许久后，我一动不动，只有木剑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这时系统提示，向武器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劈开地平线之剑，成功攻略一层。我露出浅浅的微笑，然后扑通倒在地上。您已死亡，劈开地平线之剑为您的死亡送上赞词。称号7塔真正的主人开启隐藏攻略。此时建筑之塔外面来了许多记者，他们都很好奇，这座塔已经出现2周了，到现在还没人被邀请进塔。就在一群人议论纷纷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劈开地平线之剑，建筑之塔一层已被攻略，进入到建筑之塔的入场资格消失。一群人惊掉下巴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人进去了，居然才2周就攻略了一层，而且这可是难度超高的塔呀！莫非出现了怪物级别的新人攻略者？攻略系统窗刚出现，我们快去入口处采访他。其中不知道哪个部长眼的从我身上踩过，奇怪，刚才地上分明没有人的呀。他还在疑惑就被叫走了，而我对这竟然毫不知情，嘴里还嘟囔着打垒伊玛莎。直到太阳快下山，我这才惊醒过来。我猛然起身，这里是塔外吗？我攻略成功了吗？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，你终于醒了，别人都走光了。我疑惑问道，怎么回事？我在塔外你还能跟我说话？听到我的问话，艾丹也是支支吾吾的。准确来说，能直接在塔内跟我对话，以及能在塔外跟我对话的人，始终只有你一个。我更加好奇，问他为什么？这我怎么知道？我比你更加好奇。总之你刚刚的表现让我很激动，如果跟你这个家伙在一起的话，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了。而我内心吐槽，跟你这家伙在一起恐怕会多出很多麻烦。然后我起身跟他道别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那我们下次见。然而他又说道，我决定要跟着你，辛苦了。我张大了嘴巴，没等我回复他便关了通讯，但我很快就死心了，因为我深知他这种性格我是没办法阻止的。回到家我立马睡了一觉，醒来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异常，怎么回事？我的魔力好充沛。接着我打开数据窗查看，没想到我的魔力涨了6倍，而且竟然一下增加了7个技能。你可真是肤浅。艾丹的声音出现在我脑中，我还给了你唯一等级的技能呢。你重新打开数据窗。我疑惑的再次打开数据窗，一个技能立马弹出，我立马惊呆了，唯一等级英雄的魔力。我越想越是激动不已，既然如此，我现在不该窝在家里了。我兴致冲冲带着艾丹来到测试中心，想要试一试新获得的技能。这时不远处响起咒骂声，我顿时一惊，英雄的魔力感知到魔力运行，我急忙往后仰，一个易拉罐从我面前迅速飞过，甚至墙壁都被砸出了血屑裂痕。韩废物，好久不见啊，你之前在干嘛呢？怎么现在才出现啊？见到来人我不禁流出冷汗。我寒窗苦读10年书，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学院，刚进学院就遭到社会的很多顿毒打，在实战课上我每次都被虐成狗。我终于相信努力真的不能改变什么，因为没有成为攻略者的能力，我第2年就休学了。时隔2年，我觉醒能力来到测试中心，不想碰到了以前的同学韩鱿鱼，他上来就喊我废物，之前就是他在学校最喜欢侮辱我。想到以前的一幕幕，我攥紧拳头。他也发现了我的举动，你这是想对我出拳吗？瞧你这个样子，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吧？这时有围观群众议论起来，他穿的是学院校服吧？现在的孩子真是乱来。听到这话，他心中有所顾忌，然后把我当垃圾甩出去。经过我耳边时，他还威胁我，废物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下次再让我碰见你的话，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完还不忘撞我一下。对此我并没有出声，来日方长，眼下我要先把注意力放在测试上。艾丹在我脑壳不停叫嚣，你应该狠狠敲他后脑勺。竟然就这么让他走了，我让他不要在意这种家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了解自己的能力，莫要因小失大。红魔识别完毕，韩正明，欢迎您来到实战能力测试室，请选择难度。我露出十分自信的微笑，难度选择最低。艾丹又是一阵吐槽，你都没有自尊心的吗？我表示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魔力调整难度，等一下难度会慢慢提升的。召唤 F 级怪物中最低级的大嘴蝙蝠，请选择您要使用的武器。我心想要确认能力值的话，得选择我最擅长的武器，于是我选择了剑。握上剑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，
是因为技能吗？我觉得现在就像是使用了沉浸技能一样轻盈。很好，那就让我看看自己和那时有多大的不同吧。接着我一剑秒杀大嘴蝙蝠，您消灭了大嘴蝙蝠，狩猎时间为3秒，过去的记录是32秒，您缩短了时间，所以提升至难度低。看到自己的提升，我顿时激动不已。不过是消灭了一只大嘴蝙蝠，你就高兴成这样？别掉以轻心了，我心领神会，掉以轻心是禁忌。接着一头比大嘴蝙蝠强大许多的魔兽出现在我眼前，就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战斗到最后吧。此时测试室显示屏前聚集了好多人，其中一个白毛大叔很是显眼，崔凡俊，0代攻略者，成功攻略了雷神宙斯的塔，并拥有7种固有技能。韩鱿鱼立马走到崔凡俊身旁，虚心道：“那个崔凡俊先生，我想请教一下您，您能看看我的对练视频吗？”崔凡俊眼睛转都不转便回答：“这有点难办了。”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朋友。韩鱿鱼好奇向显示屏瞥去，上面赫然是我和魔兽对峙的画面。先生，我比那个废物个。崔凡俊没有理他，然后把手按在通讯开关上。你能听到我讲话吗？我听到声音愣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是谁在跟我说话？继续向前，你会看到他的弱点。我一时之间无法反应过来，眼看钢铁狼已经扑上来，我只好赌一把了。于是我冲向钢铁狼，一剑砍去，却没能给他造成伤害。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绒毛下藏着一颗水晶，那应该就是他的弱点。接着趁他疯过来，身体前摇的刹那，我俯身下冲，石剑上挑一剑砍到晶体，钢铁狼魔兽应声倒地。狩猎时间为4分50秒。您消灭了钢铁狼。崔凡俊似乎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，在他身旁的韩鱿鱼也看呆了，这家伙真的是韩正明吗？崔凡俊见状询问他是否认识我，韩鱿鱼支支吾吾说算是吧。不久后，我疲惫地从训练室走出，艾丹对我又夸又损了，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弱了。但是你的表现还算不错，我也清楚自己宅在家里2年，所以提升速度很慢，只有体能跟上才能自由使用沉浸技能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对艾丹使用，希望到时候不会被他狂妄的性格影响才好。这时身前有人叫我刚刚一直在观察你，你表现得很不错，看你使用学院的剑术，你也是在校生吗？我反问他的身份，他说是学院的相关人员。这时我也发现跟在他身后的韩鱿鱼，我的确在学院上过学，不过现在已经休学了，因为教官们并没有好好指导我。你的意思是他们明目张胆对学生进行区别对待吗？那样的人竟然还有脸在学院当教官？韩鱿鱼听到崔凡俊的话顿感不妙，不过正好，不如让我来教你吧，无论是剑术还是格斗术，亦或者是枪术，你想学什么我都可以教你。听到这话我张大嘴巴，难道这人是全能级？但心想又觉得不可能，于是我便直接拒绝了，毕竟请私人教练的学费可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他也看出来我不相信他，接着他露出自信的微笑，我会让你相信的，就让我亲自看过后再判断你适合学什么。只见金色光圈出现在他眼前，而系统发出警示，攻略者之眼想要窥视您的信息。顿时我整个人呆住，而他的身影在我眼中迅速放大，警告，外部人员要入侵故事原作者体内。下一刻崔凡俊就出现在我的识海内，就让我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。突然他身体停下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汪洋大海，这不可能啊，他的魔力只有普通人水准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家伙，就让我仔细探查一番。说罢海水便朝他席卷过去，这时我只觉脑子生疼，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？必须把他从身体里赶出去。英雄的魔力开始保护您，展开反击。下一刻海水变成血红色，然后朝崔凡俊狂涌而去。崔凡俊反而露出微笑，瞧瞧这小子可真是个有趣的家伙呀。这时我从痛苦中慢慢缓过神，也从刚刚他的技能攻略者之眼认出他是崔凡俊，顿时心里一阵后怕，他简直就是怪物。这时他一走到我身前，你叫韩正明对吧？当我的弟子吧。我看着眼前两眼放光的崔凡俊，这么突然的吗？而此时韩鱿鱼脸都黑了，他嫉妒的整个人抖成筛糠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就算我比他强也比他有天赋，但受人关注的总是这个家伙。我和崔凡俊走在前面，直接把他无视了。第二天我惬意的待在家里，心想自己真的可以就这样休息了。虽然他是这么说的，最近我要准备一些东西，你这几天先好好休息，开课后你会求着我放过你的，但就算你死了，课程也不会停止哦。他用慈祥的表情跟我说这句话，现在想想觉得心里发寒，还是上网找些有用的信息吧。接着我看到学院的丑闻，看来这是崔凡俊老师做的，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。这是系统提示，故事的原作者探知到原作中的信息。接着我在电脑看到的是一块石头，它被当作药水制作大赛的优胜奖奖品，就连见过大世面的艾丹也都为之一惊。那不是巴斯提姆吗？巴斯提姆，听到这词我也沉思起来，这不是灭亡的时代中出现的稀有矿石吗？它是古代的碎片，也是神真实存在的反证。虽然皇室对它的评价很高，而且每年都会购入，但它的设定是一共只被收集到30公斤。艾丹还在我耳边扒拉个不停，身为原作者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东西的珍贵呢？但是药水制作入门就特别难，艾丹却是斗志昂扬，从今天开始你要进行地狱级训练，无论如何你都要赢得巴斯提姆。我立马慌着解释，还有1周就要比赛了呀。没错，你要给我往死里训练，知道了吗？他现在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让我感到心悸，这时候说不估计会死得很惨吧。众所周知，制药是个冷门又热门的专业，冷门是因为入门很难，热门是因为每个制药师都是香饽饽，只要能制作出下等药剂，大多数工会都会抢着要你。没想到我第一次就炼制成功了，虽然药剂很低等，但是到如今也到了比赛时间。在人群中我注意到一人，名将雷伊诺德的儿子雷纳德，没想到连这种重量级人物都来了，我还以为大家对不知名的矿物没兴趣呢，真不愧是生产者。
而所谓的生产者是将材料制成道具的人群，其中有38名生产者被冠以匠人之称，从中又选出8名最厉害的名将，雷伊诺德便是其中之一。恐怕这次我要空手而归了，还是不想那么多了，先喝瓶恢复药水。这时有人过来打招呼，我从没有见过你，你拿的是什么药水啊？我只告诉他是消除疲劳的廉价药水，他却摆出鄙夷的表情。这家伙竟然见到我不打招呼，看他这副德行，应该没有所属组织。接着他阴阳怪气说道：“比赛规定匠人以上等级不得参加比赛。”没想到什么阿猫阿狗也来了。这时广播叫到比赛人员入场，他便讪讪走开了，而我全身颤抖着，艾丹，我一定要碾压他！比赛很快便开始，选手们都纷纷跑去抢材料。这时黄毛发现我一动不动，真是可笑。他在比赛现场进行想象训练吗？连一开始要抢材料都不知道，看来这注定是个失败的家伙。其实他说的没错，我正在进行想象训练，沉浸技能发动，沉浸到亚里安佩伯角色中。他是最伟大的炼金术师的直系弟子，虽然不是特别聪明，但他对魔力的掌控可是一流的。而我看重的是他知识的储备量，毕竟他每天都会读100本书，沉浸此角色就能得到先代知识的传承。现在只要喝下这瓶液体，我就会传承到大量知识，超过极限的指示正在进入您的脑海，英雄的魔力正在为您缩小与魔力相关的所有差距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这庞大的知识量有些夸张了吧？顿时我头脑一震，系统提示境界差距太大，而我只感觉脑袋快炸了。但我必须坚持下去，暂时习得大师的炼金术，与炼金术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大幅度增长。艾丹却是邪魅一笑，瞧这家伙，和他练习炼金术时又不同，我又感受到了另一个人的气息，真是有意思的能力。许久后，我扶着桌子大口喘着粗气，终于成功了。如果没有上个星期的练习的话，今天就失败了。接着我跑到材料区，果然在我使用沉浸时材料被抢光了，不过倒是还有很多毒草，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我赶紧挑了几种补草回到操作台，接着我运用魔力将它们包裹起来。现在的每一步我都要十分小心，因为这里的每一滴毒液都可以毒死数千人。我小心翼翼地用魔力拖着他们。此时看台上，雷伊诺德正观察每个考生，这些娃娃做的都是一些常见的恢复药剂，目前还没有能比得上雷纳德的参赛者。那是一个连机器都不会用的傻子吗？比赛时间很短，所以要用熟化机，他都不懂吗？突然他猛地一怔，这家伙是想干嘛？我用塑化机反而在用魔力提炼毒液，而且它中和了毒性，正在放大有益的功效。理论来说是成立的，但目前还没有人成功过。如果失败的话，反而会放大毒性，倒是方圆几千米都会被夷为平地。想到这，雷伊诺德暗暗心惊，他立马起身，管理员，马上终止比赛。顿时欢呼声响起，主持人在台上宣布，韩正明参赛者制作出了唯一等级的药水。雷伊诺德一脸的不可思议，而我正欣喜地将药水打包。大赛优胜者已定，优胜者是制作出唯一等级药水火炙灵药的韩正明。没想到完成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而且魔力也得到了提升。喂！一声狗叫响起，黄毛狗揪住我的衣领，像你这样的新手怎么可能做出唯一等级的药水？雷纳德，你在干什么？不知何时雷伊诺德已经来到了这里。雷纳德颤抖着松开手，你这么做是在给我抹黑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父亲，可是这个家伙作弊。雷伊诺德走近他儿子，难道你当我的眼睛是摆设吗？雷纳德还想辩解，却被他父亲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对不起，你不该向我道歉，而是那个少年。于是他向我道歉，那我只能接受了，毕竟人家老爸站在这里。雷伊诺德也向我鞠躬，我儿子刚刚失礼了，我刚刚看了比赛，你控制魔力的能力非常优秀，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你是跟谁学的吗？我是自学的。这两父子二脸震惊。这时主持人邀请我上台领奖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是我的老师崔凡俊负责给我颁奖。原来你就是为了这块石头去参赛啊，没想到你还会制作药水，所以你到底是在哪里学的？我是自学的，因为我需要这块石头。崔凡俊欣慰一笑，你这小子总让我很惊讶，不过你该不会要加入工会不当我的弟子吧？我表示怎么会呢，毕竟您可是攻略者的传说。接着他指了指眼前的奖品，这石头究竟是什么？你竟然会为了它去参加比赛？我一下激动起来，它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其实是一种珍贵的矿石，所以您有认识的铁匠吗？至少是匠人以上等级的。然而崔凡俊还是不信，你以为匠人都很闲吗？他们会给你冶炼这种石头？我再次解释，它不是一般的石头，您用攻略者之眼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闻言他拿起打量，接着他眼睛浮现黄色光圈。攻略者之眼想要窥视该矿石的信息，矿石的曝光信息发生变更，鉴定所需的魔力消耗量大幅度增加，等级为1，效果增强、储存、升华魔力。说明择主的矿物没有资格的人无法拥有。饶是见过大世面的崔凡俊也微微吃惊，大赛主办方也只说这是未确认的矿物，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？还为此特地参加比赛。虽然很想问个究竟，但我还是先看看这家伙能成长到什么地步吧。我把他交给名将，你等1个月吧。闻言我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没想到老师竟然帮我交给名将冶炼。反观崔凡俊有些不满意，我让你休息，你反而搞来这种东西。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，可以去见见老朋友，因为你很快就要进入枯燥的特训了，去好好玩玩吧。说罢，崔凡俊离开了，而我在想着他说的朋友，我还有资格联系他们吗？在学院唯一把我当朋友的人，我们已经2年没有联系了。就在我纠结时，泰明就打来电话，我手忙脚乱的，宅了2年，我完全没做好心理准备，又不能拒接。然而铃声在身旁响起，我抬眼望去，我和他同时张大了嘴巴。女孩是成绩第1的学生，男生是成绩第2的学霸，而我却是学校没有天赋的废物。但
他们却愿意和我成为朋友。他们不是因为我的光荣才接近我，也不会因我的落魄而远离。想当年我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攻略者学院，但我在里面的生活并不舒心，因为我那毫无天赋的身体被地理同学们把我当笑料。然而这样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恶趣味，他们日复一日的捉弄我。就在我处于如此低谷时，一个女孩站出来要求他们向我道歉。我灰暗的生活仿佛照进了光亮，她愤愤不平指责那些人渣，然后微笑对着他们竖起友好手势，还对我的努力给予肯定。我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个开朗又强势的女孩，她朝我伸出援手问我吃过饭了吗？于是我在学校交到第一个朋友，经过她的介绍又认识了姜泰明。不仅如此，尽管学校禁止私下斗殴，他也会在对练的时候狠狠教训那些欺负我的人。但我在休学的这2年里一直没和他们联系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和泰明毫无准备的相遇了。我们来到烤肉店，久违的笑容重新在我脸上绽放。泰明在学校的成绩是数1数2的，更是一个全能型的能力者。最为出众的当属他的剑术，以他的实力可以轻易攻略及地下城。这时他得意笑了起来。云雅很快就到了，我跟他在群里炫耀后，他立刻说要过来。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，云雅应该很生气吧？我能熬过艰苦的学院生活多亏了他。泰明也告诉我，在我和他们断了联系后，云雅很难过，所以趁这个机会要好好跟他解释这2年做了什么。突然系统提示感受到艾弗顿的气息，同时发起任务解除诅咒。我立马严肃起来，空气中散发出令人厌恶的气息，但当中并没有杀气，而且空气中的魔力隐约有些熟悉。泰明也感觉到不对劲。这时门口缓缓被打开，我俩站起来准备迎敌，然而来人露出甜美的微笑跟我们打招呼，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。所以被诅咒的人是云雅。他坐下后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从刚才开始表情就很不对劲。泰明一脸担忧地问道：“你的脸色很苍白，不久前我见你还很正常。”云雅却摆手表示自己没事，只是她的脸色说明了事情并不是这样。我问她最近是否遇到奇怪的事，或者去过什么地方。闻言，她这才说出实情。原来不久前她和教授们去检查地下城入口，里面看起来很是普通，唯一奇怪的是中心带有血迹的石头。云雅小心地伸出手探查，突然那些血迹像是活过来一样，接着一股黑雾从石头席卷到云雅身上。等她回过神来时，石头上的血迹已经不见了。之后教授召唤她就离开了。云雅以为那只是入口处设置的幻象陷阱，而我们现在看到她周身缭绕着黑色雾气。泰明一口笃定那不是幻象，云雅却故作轻松：“你们怎么说的这么可怕？我都说了我没事了。”这时我认真跟云雅说：“你不能这样不以为意，我帮你看看。”他连忙摆手：“这么久没见还让你们担心，真是抱歉。”而我直接运转体内的魔力，泰明和云雅都看呆了。这是什么魔力？为什么会是金色的？作为小说的原作者，我很清楚，艾弗顿可以借助恶魔的力量给人下咒，想要解除诅咒也并不难。您的魔力暂时转变为神力，英雄的魔力强化了神力，成功沉浸到低级神官埃斯特角色中，神官正在庇佑您，所以我能用神力对抗云雅体内的恶魔之力。幸好云雅的情况不严重，凭借低级神官的神力也能够解决。那我就开始了。许是见到我的变化，云雅不再反抗，接着我催动神力朝她徐徐逼近。云雅有着清晰的感觉，怎么回事？压制着我的气息消失了。半晌后，云雅的诅咒便被解除了。泰明激动地问我怎么做到，我嘿嘿讪笑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单方面帮助我，看来这次我帮上了一点忙。他们俩比我还高兴，都问我是不是觉醒了治愈能力。对于这个答案，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你已经觉醒了，恭喜你啊！云雅感动的都哭了。接着他们又对我一顿乱夸，还问我什么时候复学，我却讪讪说自己要正式退学了，因为我已经有了老师。他们一脸遗憾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你的老师是哪位？以后你们会明白的。”我心想，崔凡俊是我老师这件事我也不能说呀，这2年没有跟你们联系，真的抱歉，你们真的是我很重要的朋友。对于这个他们也没在意什么。接着我们吃完后又去疯狂玩了一晚上，回到家后我直接瘫倒在地上，真的好久没有这么痛快。这时系统窗口弹出，完成插曲任务，奖励将依次发放。看来是刚刚解除云雅诅咒获得的奖励。奖励：有关艾弗顿的情报。突袭学院参观地下城，艾弗顿将于15日后采取行动。我愤然站起身，这些可恶的家伙！但想想又有些后怕，难道这些人要袭击学院？虽然别人跟我没关系，但云雅和泰明可能会受到牵连。如果现在联系教授，很可能会被艾弗顿察觉。好不容易我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解决这件事。毕竟艾弗顿也是我创造出来的，不能让我身边的人因为我而受伤，特别是云雅和泰明。在接下来的15天里，我要准备与艾弗顿一决胜负。老头是全国数1数2的攻略者，而我是个被强行退学的小废材。他无意间看到我的一次战斗，就毅然决然想要收我为徒，还特意为我打造了训练基地。我看到基地的第一反应就是侯赛雷啊，没想到住宅的地下室还能建造出这种尖端的训练室，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思想。最让我震惊的还是那个第5代虚拟战斗系统，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记得全国也就只有一套，崔凡俊却摆出无所谓的样子。不过才500亿就能造出来的东西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在我震惊时，他缓步走过来。虽然我不是企业家，但既然投资了，就要看到收益。看我一脸紧张的样子，他使劲拍我后背，差点没给我送走。不用太有负担，只要像平时一样努力就行了。还有，这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东西。说罢，一个小方盒扔了过来。我打开一看，赫然是被冶炼好的巴斯提姆，没想到还能被加工得如此好看。看来那负责冶炼的名将不是一般人。这时崔凡俊解释，他们都问我这是哪里来的，
缠着让我卖给他们。我讪讪把它收好，这东西如此珍贵，可不能卖。而且现在我已经是它的主人了。崔凡俊也不再聊这个话题，你先进训练室热身吧。我按他说的来到训练室，思索着老师是学院教育的鼻祖，好像他样样武器都精通，想着会先教我些什么东西。忽然训练室的门被合上，空气循环系统停止工作，紧接着地板迸射出光芒。崔凡俊在控制台解释道：“你的理论知识已经很完善了，但真正的攻略者需要进行实战，所以我污染了训练室。”他刚说完，地面就渗出大量魔气，同时系统发起提醒：英雄的魔力出现敏感反应，被污染的魔力包裹了空气。我感觉双腿好像被什么束缚住，失去重心后，我整个人趴到地面。现在我完全控制不了身体，就像陷入了沼泽中一样。地下城的空间怎么样？虽然这是虚拟的，但你连站立都很困难吧？要想进入地下城，就得先适应被污染的环境。他脸上浮现出淡淡微笑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隐藏了什么。而此时的我慢慢调整呼吸，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稳定下来。你稳定的比我预想中要快，不过这才刚开始。你知道地下城的生态系统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，而那样的环境对于魔兽来说是绝对有利的。如果有人死在地下城中，尸体会被消融殆尽，最终只留下怨恨，怨恨的气息会污染地下城，而人类处于被污染的地下城会被刺破脏器甚至死亡，所以你必须坚持下去。接着我在魔气里熬了55分钟，污染程度也在逐渐加深，要是没有英雄的魔力我就完蛋了。英雄的魔力开始保护魔力器官不受污染的气息侵害，但我知道现在已经快到极限了，于是我呼唤老师：“不行了吗？坚持了57分钟已经很不错了，差不多可以出来了。”而我颤抖着回答他：“我是想问可以使用固有能力吗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”闻言崔凡俊一脸严肃且震惊：“你疯了吗？”听到这话我心想果然不能用嘛，然后传来他的怒吼：“所以你不用固有能力硬生生坚持了1个小时？”我憨憨的挠头：“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应该告诉我呀。”接着他爆出一连串脏话，突然我听见艾丹在一旁笑：“我觉得你挺能坚持的，虽然没有我的话你可能连1分钟都坚持不了。怎么样，我那个英雄的魔力很厉害吧？”确实艾丹说的没错，能对抗魔气的除了神力，还有专属于7大英雄的高纯度气息，也就是英雄的魔力。突然我感觉身体一下轻松多了，我继续气运丹田，心想着用什么来净化被污染的气息。没多会我就有了决断，沉静道：“低级神官埃斯特，您的魔力暂时转化为神力，神官正在庇佑您。”祭司的庇佑开始生效，现在的我使用低水准的沉浸已经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了，神力也正在让我的身体快速恢复，魔力器官受到的侵蚀也消失了。崔凡俊仔细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，他的固有能力是阴魂降临系吗？那他在使用的时候会失去意识。然而显示屏里的我开始说话：“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”崔凡俊意识到自己想错了，接着他让我继续，自己却一脸震惊地看着。这种情况真是闻所未闻，难道他的固有能力是唯一等级？过了3小时28分后，我瘫软在地。此时崔凡俊的脸上无比复杂，看来我新收的弟子不是人才，而是个怪物啊！听到这话我就当他是在夸赞我了。然而还没等我休息好，他又发话了：“别装出一副很累的样子，难道还要我为你鼓掌欢呼？”我跳起来为自己打抱不平，然而他已经从门口走进来：“现在马上开始剑术训练，因为你小子，我都没办法准时下班了，你就先挨一顿打再说吧。”我一脸无辜，明明是你让我尽量坚持久一点的。于是房间传来棍棒声和某个人的惨叫声。然而就是在这个社牛老师的教导下，我训练1个星期就有了肌肉，各项能力值也提升了很多。低等级的沉浸已经不会让我出现副作用，我应该可以尝试对中等级的人物使用沉浸技能。而且在这段时间我也收集到了有关学院参观地下城的情报，幸亏只是个最低难度的地下城，而且有教授陪同学生，应该不会出事。虽然当下不用我出手，但能力得到提升总归是好事。然而老师的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想法，得知老师也要前往地下城，我更加觉得这次参观很安全，于是我也向老师提出参观地下城。我向他哭诉道：“因为选择跟随您老，所以我选择了退学。在获得攻略者资格认证之前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参观地下城。现在您最有才能的弟子想要参观一次地下城。”崔凡俊心想去体验一下也没坏处，而且以我的实力已经可以独自攻略低级地下城。最后还是提醒我到时候跟紧在他身边。到了晚上，我提前知会云雅他们，我也要去参观地下城，免得到时候他们吓一跳。与此同时的某处基地，这里是艾弗顿的秘密基地。一个黑袍人很是疑惑，明明有人落入了陷阱，但是为什么反应消失了？他们正策划如何在学生参观地下城的时候重新种下种子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校门口，这时有人在身后点我的肩膀：“前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有点慌张问他：“你也要去参观地下城吗？”他显得有点小得意，因为我得了奖学金，所以被选上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教出来的。闻言，我尴尬又无奈的笑笑。先不说泰明和云雅，赛琳一不小心也会有危险。这时云雅和泰明也过来了，显然他们和赛琳也相互认识。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所以退学也可以去参观吗？赛琳这才知道我退学的事，所以你不知道证明拜了师才退学的吗？赛琳立马急了：“前辈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拜谁为师了？”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嘈杂声，赛琳立马两眼放光，天啊，那不是崔凡俊先生啊！而崔凡俊正大摇大摆走过来，活脱脱一副大领导姿态。伙伴们也都崇拜地往那边望过去，而我躲在他们后面暗暗叫苦。他好像是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闻言，我捂住眼不忍直视，内心狂叫我不想被关注，要不然我还是回家算了。但为时已晚，威严又带点戏谑的声音响起：“韩正明，
你看到我都不打招呼吗？难道你要装作不认识你的老师吗？我尴尬笑笑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，这位是我的老师。三人三脸艳羡，而崔凡俊好像还挺享受。于是，在一路上3个人轮流问我问题。没多久，我们就来到地下城，我们4人结伴而行。然而，这里并不像云雅说的那样，照他所说，当时根本没有这片树林。而在我们前进的时候，有不怀好意的目光始终盯着我们。韩正明，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被崔凡俊先生收为弟子？现在退学了，还要来插一脚？而我的脑海中也出现提示，故事的原作者被强烈激活。在原作中搜索关键词呐喊之夜，一时之间我还真记不起是什么内容了。这时不远处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一个个人影出现在我们周围，这些人嘴里不停嘟囔着什么，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也发现其他人都进入了戒备状态。于是我快速来到老师身前，老师绝对不能攻击他们。闻言崔凡俊也有些懵了，你说什么？这里是地下城，而他们是恶鬼。我知道他们长得令人毛骨悚然，但你看他们并没有想要攻击我们，不然一开始就动手了。崔凡俊这才平静下来，他使用真实之眼对我测谎，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？我心想，当然确定，这可是我写的插曲，我只说以前在书上看到过，现在他们还不是恶鬼。如果我们主动攻击他们，才会真的变成恶鬼。把这些鬼怪创作出来的我深知这一点，所以第一时间我就站出来阻止大家先不要动手。老师有真实之眼，知道我说的是真话，所以他也很赞同我的做法。其他人都对老师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，韩鱿鱼更是大声嚷嚷起来，难道您要把那些鬼怪也收为弟子吗？就像那个废物一样。然而他好像忘记我老师是崔凡俊了，老师仅用一个眼神就把他吓得屁都不敢再放一个。这时在学院有点地位的剑术主任却冒了出来，我觉得这孩子说的没错，虽然您疼爱弟子，但也要顾及学生们的安全吧。本来我对他挺期待的，但现在看来他怕不是被吓破胆才瞎说的吧。闻言我表示只要能化解鬼怪们的怨恨，就能毫发无伤攻略这个地下城。可他听完更加觉得我是在乱扯。见状，老师出言阻止他，你们也看到鬼怪并没有主动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找一找攻略这个地下城的方法。绿毛嘴上说着理解，下一刻却突然变脸，但我现在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说罢，他趁着老师不注意冲了出去，瞬间就把几只鬼怪斩成了2半。鬼怪们面容扭曲，连连惨叫，然后化作了飞灰。你看吧，我一剑就解决了，这么简单的事，到时候学生受伤您能负责吗？系主任，你忘了谁才是此行的负责人吗？老师走到绿毛面前，让他有些慌了。韩鱿鱼眼见自己占理，也上前嘚瑟，在地下城内要怀疑所有人，教科书上的这句话可是您亲自写下的不是吗？老师回头瞪他一眼，无视队长的命令擅自行动，你知道会被如何处置吗？闻言，韩鱿鱼刚刚放出的屁硬生生被憋了回去，而我的注意力完全没在他们身上，因为刚刚系统已经提示插曲的展开正在急速扭曲，难度从低变更为了中高。我知道危机就要来了，只见鬼怪们一边跑一边喊着朋友被杀了，朋友被杀了。接着树林里的雾气越来越浓，老师问我对于这事怎么看，我却是一脸愁容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说罢，那些鬼怪纷纷露出自己的獠牙，喊着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杀了我们的朋友？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！由于错误的接近方式，插曲呐喊之夜变更为噩梦之夜，他们的怨恨全都变成了充满杀气的恶影，森林中的所有鬼魂都变成了恶鬼。接着恶鬼们扑向众人，刚刚叫的最嚣张的韩鱿鱼坐在地上哇哇叫，而出手的绿毛突然自己掐住脖子，眼看他就要窒息而死了。老师对着李赛琳说道，你能把这家伙扶到角落吗？要是他死了，我会很为难的。闻言，李赛琳不敢怠慢，接着老师询问我，反正他们变成了恶鬼，现在我可以出手了吧？但我仍旧拦在他身前，我了解这个地下城，让我来解决吧。这次我话没说完，老师就怒喝道，你小子要一直顶撞我吗？他们在攻击人，可我依旧没有退缩，那样做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变成更厉害的厉鬼。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保护我的朋友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在帮助我，所以拜托了，请您相信我可以做到。闻言，老师长叹一声，然后拿出了一枚戒指，你戴着这个，如果看到你犹豫的话，我会随时出手。我知道这个非常稀有的幻影戒指注入魔力可以改变佩戴者的外形，必要时还能制造分身，但我疑惑老师为什么给我这个。老师尴尬一笑，你不是一个隐藏实力的大神吗？你得维持形象啊。虽然不知道老师哪里学来的这些词汇，但我还是收下了。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鬼魂变成了恶鬼，导致我失败的概率变大，但这件事必须由我来解决，因为是我创造了他们，他们都是被父母抛弃，在战争中被当成人肉盾牌的孩子，他们已经在世间受尽了苦楚，所以这件事不能用武力解决，他们需要的是安息。虽然之前沉浸到低级角色中我已经没有任何负担，但这次我必须沉浸到更高等级的神官角色中才行。米夏埃康多尔是现在最适合的角色，他被神官们抚养长大，后来得到光之引导者的启示，自此后他拯救了无数陷入怨恨中的灵魂。但米夏埃属于更高级的神官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。这时系统传来提示，光之引导者发现了您，光之引导者好奇您的身份，就连我也不知道光之引导者弗丽娜为什么突然出现。寄宿在我体内的艾尔也是一脸不可置信，这家伙上次召唤了老师，这次是弗丽娜，所以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系统继续传来提示，光之引导者开始为您祈祷，
光之引导者的祈祷使您更轻松地施展出了沉浸技能，初次成功对终极人物施展沉浸技能。故事的原作者与沉浸实现完美同步，于是我整个人化成米夏埃的样子，代表神力的金色气息盘旋在我身边。老师已经看傻了眼，虽然气息和他第一节课施展时一样，但这次比那时更加强大。只是2周时间，他怎么就有如此大的进步？可真是一个怪物啊！而我已经升到高空中，身下凭空出现一个水流漩涡，接着金色的雨滴落在鬼怪的身上，冒出热气，然后鬼怪们落荒而逃。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些雨水是怎么回事，而我正居高临下的俯视他们。那是圣子还是圣女？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好美啊！而此时我捧着手上的十字架，因为我们使用了错误的方式，孩子们才会变成恶灵。身为故事原作者的我必须拯救他们。接着十字架便大且散发出温和的金光，鬼怪们纷纷仰望十字架，流下泪水。他们得到圣光的照耀，散去了恶念，接着化成金粉飘散于空中。紧接着系统传来攻略成功的提示，沉浸技能也随之结束。在沉浸过程中，您使用了超出身体能力的力量，惩罚开始。接着我身体不由自主地倒下，各种技能也得到了提升。最后还有一句，光之引导者宣称会持续关注您。好在老师及时接住了我，伙伴们也都纷纷围了上来。我就说这么短时间内怎么能使用这么强大的力量？原来那力量会产生这么强的副作用吗？这时我又咳出2口血，老师急忙吩咐去医院，向协会申请恢复药水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战斗结束时，众人身后突然射出几道暗器。老师最先反应过来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偷袭。几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神秘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，把第8大英雄交出来。老师依旧挡在几人身前，你们照顾好韩正明，先去医院。为首神秘人突然大喊，休想走，不能放走任何一个。老师抬起自己的手掌，一把就扣住了那人的脑袋，按在地上。我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缓缓醒来，见到老师在一旁削着苹果。醒来了？你都睡了3天了。我全身酥软的坐起身。地下城怎么样了？大家都没事吧？老师自己吃起了苹果，戏谑道。某位圣女突然出现，利落的替我们解决了麻烦。接着一只大手揉着我的脑袋，总之辛苦了。你突然倒下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但是别随意使用那股力量了，我担心你会短命。突然老师神情严肃说道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我顿感不妙，难道是他们出事了？你没把退学的事告诉你爸妈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全说了。闻言我瞬间从床上蹦起，你这个大叔，被我爸妈知道的话我就完蛋了。于是我只能亲自回家跟爸妈解释了。话说休学后我一次都没回来过，差不多快2年了吧。想想当时我以第1名的成绩考进攻略者学院，爸妈还在小区挂了横幅，我闭着眼打开大门，然而并没有想象中的劈头盖脸一顿骂。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餐桌上，只是老爸的表情有些严肃。没多会我就把饭菜清扫一空，果然还是家里的饭菜最好吃了。见状妈妈开心坏了，你还没吃饱吧？要不要吃甜品？我也开心的笑了起来。妈，再吃我就要吐了。爸爸却依旧一脸严肃，你先是休学，现在还退学了。我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算了，地下城什么的太危险了，退学了也好。我也没想到爸爸会是这种反应。妈妈也在一旁附和，是啊，以后就找一份安全的工作吧。我听说2个月前家里附近还出现了地下城，真是太吓人了。闻言我心里一惊，2个月前那不就是我的小说刚被抄袭的时候吗？于是我独自前来一探究竟。我闭上眼睛，使用学院进阶技能探测，您的感知范围扩大至2倍。这一刻我震惊了，庞大的信息量浮现在我眼前。经过艾丹提醒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上次攻略噩梦之夜得到了奖励，强化魔力器官。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夸张。现在的我大概能感知半径1000米的范围了。艾丹却很是看不起我，才这么点，你至少得探测完整座山才行啊！我心想，你以为我是像你这样的大神吗？不久后，我按照感知来到一片竹林，果然地下城的入口在这里，而窗口显示这里只是低难度的地下城。看着眼前庞大而充满杀气的入口，我不禁怀疑，这真的只是低级地下城吗？艾丹也在催促，不过是一个低级地下城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赶快进去吧！我却想着要不要先告知协会，但是在我离开期间有怪物跑出去又该怎么办？这里离家里可没多远，可我一个人进去，又担心它像呐喊之夜一样突然提升难度。突然一个金色的弹窗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对你有点失望，我感到有些震惊。难道是光之引导者？别叫这种肉麻的称号，你直接叫我弗丽娜吧。艾丹也冒出来喊道，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进来了？弗丽娜一脸鄙夷，真是的，你还是这么没礼貌。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能跟其他英雄对话，我攻略过艾丹的塔能和他对话还说得过去，难道是呐喊之夜让我跟弗丽娜产生交集的关系吗？接着弗丽娜鼓励我，你可以更自信一点，上次不是超度了那些小鬼魂吗？我相信你这次也可以的。闻言我憨憨跟他道谢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地下城是绝不能留的。于是我选择进入地下城。地下城选择之路欢迎您。地下城开始回顾您的过去与记忆，适合挑战者的空间构建完成。接着我听见一阵闹铃，我随手把它关闭，想着再眯个5分钟。下一刻我猛然惊坐起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躺在床上？我明明记得进了地下城的。接着我环顾四周，旁边贴着一张便签，月末测试，还有我在学院用的书桌。难道我穿越回了过去？可周围的空间变换了，这里是学院的对练馆。我还在想这地下城在搞什么，突然一个身影从空中掉落下来，他狠狠地撞在护栏上。等我睁开眼仔细看去，才发现那个人正是我自己。所以这是重现月末测试那天的事情吗？这时一只大脚袭来，不偏不倚踩在那个我的脸上。你这样就不行了吗？小子，你也太弱了吧，真是没意思。
此时的我有些愤怒又疑惑，地下城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？这时韩由于几人从我身边走过，说实话，我还以为系主任会把你教训一顿呢，可都1个月了，他什么也没说，教训我替他消灭了一条害虫，他应该给我颁奖才对。他们的嘲笑声渐渐远去，这时我面前出现学院的通知，您还剩4天病假，如果超过此天数仍未返校，将自动为您办理休学。这正是我休学的真正原因。看到这个，我仍然心有余悸。本来我以为已经克服了心理阴影的，地下城感知到您很害怕，召唤您以前害怕的对象，试炼开始。喂，韩废物！突然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你就别浪费彼此的力气了，老老实实挨揍吧。所以这就是试炼的内容吗？让我再和这个家伙打一场。这时周围不停有嘲笑我的声音响起，我想说服让自己不要害怕，这些都是地下城制造的幻想，而且那家伙是2年前的韩鱿鱼，而我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韩正明了，如今的我可以战胜他。接着韩鱿鱼一剑向我砍来，我双手撑剑接下，竟然挡住了。看来这段时间你进步了呀。我突然笑了，白痴，幸好你和那时候一样，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碾压你了。说罢，魔力在我周身环绕，沉浸。可下一刻魔力就消散了，沉浸技能处于被封印的状态，我暗叫不好，技能被封印了，而我才锻炼半个月的体能根本没有任何优势。面对2年前的小角色，我竟然3两下就被打趴了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停嘲讽我。喂，你这就起不来了吗？再让我玩得尽兴一点啊！艾丹也没想到我会被这种家伙压着打，这跟平时的表现不一样啊，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他，而我还在自暴自弃，果然又是这样的结局吗？没有了固有能力，我就什么都不是，还是无法战胜那个家伙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突然的叫声让我惊醒，丢人现眼的家伙！你是这么容易就放弃的人吗？在我的塔里拼命求生的意志跑去哪了？一个幻象就能让你害怕成这样？不过就是被揍了几次，重新站起来不就好了？他说的倒是轻松，但也没说错。我就是十分讨厌逆来顺受的自己，所以才创造了永不言弃的艾丹。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。我起身喊着：“艾丹，你看着吧，我很快就结束这场战斗。”韩鱿鱼冷笑道：“你是脑袋被门夹了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看来你还没有被揍够啊！”说罢，他又朝我袭来，他的下巴突然被砸中，然后像个陀螺一样飞转出去。此时的我眼神无比坚定，我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他之上，只是刚刚被恐惧所支配罢了。现在的我已经清醒过来了，而韩鱿鱼的眼神怨毒无比，竟敢对我下手。我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反而爬到我头上来了，那我只能把你弄成残废再收手了。说话间，他的身影变得朦胧，然后整个人在我眼前消失。接着我身体各处都遭受猛烈的攻击，而我竟然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气息。韩废物，再像刚刚一样打我呀！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使用进阶的探测技能，因强化魔力器官，效果被增强。我立马转身，稳稳当当接下韩鱿鱼的偷袭。韩鱿鱼一脸不可置信，这不可能！他喊着话又向我攻来。确实2年前没有技能的我会被他暴走，但是现在他的身影被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剑技也全被我挡了下来。他开始急躁了，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突然他的内心惶恐起来，因为他在我身上感受到了非常恐怖的气息，而我趁机一刀结果掉他。曾经我所恐惧的家伙，现在反而面对我感到恐惧。他支支吾吾问道：“你怎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”很简单，因为我已经不怕你了。接着系统传来提示，今后韩鱿鱼会下意识地害怕你。地下城选择之路攻略成功。在处理掉家里附近的地下城后，第2天我就跟父母道别回到城里。这次回家还是挺有收获的，不仅克服了韩鱿鱼以前造成的心理阴影，还让他以后见到我就感到恐惧。特别是这个选择之路的奖励道具竟然是我写的小说《灭亡的时代设定集》，有了它，以后在我记不清情节的时候就可以靠它查阅了。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你干嘛盯着电脑黑屏看呢？这声音惊呆了我这个老铁。蔡云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学院吗？闻言他一脸得意，我也跟随你的脚步退学了呀。我激动大骂他是不是疯了，他却显得更生气，退学的是我不是你，生什么气？我只能弱弱回答，只要从学院毕业就能拿到很多好处，再说了你的成绩不是一直都很好吗？这时姜泰明又走过来，你们怎么老是吵架呀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果然这混蛋也退学了，所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云雅两眼放光的回答，我们准备和你一起参加攻略者考试，而且大叔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训练社。我顿感无语，明明那家伙对自己的称呼很在意的，竟然允许云雅叫他大叔，看来那大叔有性别歧视。泰明也在一旁补充，大叔是个好人，证明你是不是误会他了，他让我们可以自主训练，还夸我底子扎实。我瞬间就不想干了，这个大叔看来是歧视我，想当初刚入门他就揍了我3天3夜。另一边崔凡俊这边正在通电话，他的脸色看起来并不是很好，因为最近越来越多恶魔会的狂信徒出现，现在已经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邪教了，而且他们所用的标志跟那天偷袭学生的家伙身上的标志是一样的。7座星塔出现后，他们也随之出现，难道这些家伙和塔有什么关联吗？当天下午我独自来到道具商城，因为卖了药水现在有点闲钱，想要买些有用的装备。我刚进去没多久就有人叫我，您好，上次邀请您去做分析员后我们很久没见了，恭喜您成功觉醒了。我知道这人是天命公会的挖掘组长张冰志，看来他是从云雅口中得知了我的情况，在听说云雅是天命公会代表的女儿时，我是有些意外的，这也让我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。听说您要和小姐一起考攻略者资格证，到时候一起加入我们公会怎么样？我委婉拒绝了他，表示有朋友在内的关系会让我感到很拘谨。闻言他显得很失望的样子，继续客套2句他就离开了。那个大叔挖你去他们公会，他看中了你哪一点啊？
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肯定是觉得我很天才而且长得帅。我这自恋的样子搞得艾丹不想再说话。而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，张彬智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，此时他一脸的恐惧，唯一等级的真实之眼竟然无法接近他。之前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没有这种情况，看来当时崔凡俊先生也看出了他的特殊，他的身上散发着无比强大的气息，看来必须要和他搞好关系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。此时的我正戴着蓝牙耳机假装通话，实则是和体内的2个神经病讨论事情。突然紧急窗口弹出，故事的原作者感知到蕴含着艾弗顿气息的物体，我总觉得事情不简单，于是我来到没人的角落，使用学院进阶技能探测，整个商场的情况出现在我脑海。数秒后，我在地下一层发现了被追随者烙印的物体，我打开盖子就看到艾弗顿的标志。艾丹突然发问：你怎么会认识艾弗顿的标志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只能说是在书上看到的。艾丹还是觉得有些可疑，好在弗丽娜出言打断他，接着他告诉我制作圣水的方法。其实我是知道怎么制作的，也只有圣水能够消除艾弗顿用来召唤恶魔的术士。接着我从亚空间拿出一瓶矿泉水，现在的我就算不用沉浸技能也可以独自制作出圣水了，只是用圣水一抹，艾弗顿术士就被消除了。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我最大限度使用探测技能，接着密密麻麻的红点出现在脑海中，半径1000米的范围足足有172个艾弗顿术士。这种术士是专门用来召唤魔物的，一旦被激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只好将他们一一找出并清除，而我的举动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此时艾弗顿的信徒们正在讨论关于我的事情，他们称我为第8大英雄。原来在我给云雅拔出种子时就被他们盯上了，因此他们判定我为神性能力者。那时弱小的我正是下手的好机会，而我成长的速度远超他们想象，现在他们一旦靠近就会立马被我发现。有人提议道：“1号大人，只要您下令，我立刻去办了他。”然而那所谓的1号否决了他的提议，反正他不可能消除所有术士，而且如果他想再次拔出种子的话，到时候神的使者会利用术士守护种子。第二天我把术士消除了小半，但也累得够呛。但既然有术士，就意味着在某处藏着被诅咒的种子。要是拥有魔力的人体被种下种子的话，可怕的恶魔就会诞生。问题是现在术士还没清除完，根本无法专心寻找种子，而且想要在茫茫人海找出种子特别难，要用神力直接接触到对方，这样我才能知道种子在对方身上。这不，我只好寻求老师的帮助，让他先把术士消除完再说。突然一声前辈将我吓得一激灵，赛琳正大步向我走来，还问我身体怎么样了。我表示已经痊愈了，刚出院没多久。然后他拿出钱包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我刚在外面看到你就进来了。为了庆祝你出院，我请你喝芥末拿铁，怎么样？”我刚要拒绝，就听到强而有力的心跳声，那好像是2种心跳的声音。故事的原作者发现空气中魔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，看到提示我意识到是像上次云雅那样的诅咒。我一脸严肃地让赛琳把手给我，表示要确认一件事，他对我也十分信任，果断把手伸了过来。接触的那一刻，噼啪响了一下，赛琳疼得立马抽回手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像是静电啊！而我现在也大感吃惊。故事的原作者感知到了诅咒的种子，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种子，应该是赛琳参观地下城的时候被种下的，那段时间已经足够种子扎根了。接着我使用辅助道具确认，幸好现在种子还处在低等阶段，它并没有凝结到魔力核心上，以我现在的能力可以除掉它。看来这次事情比我想象中简单，但心里还是很不爽艾弗顿那些家伙，好像专挑我身边的人下手似的。看到我的笑容，赛琳便来气：“前辈，让我疼你觉得很好笑吗？”我却保持着微笑：“那你就再疼一次吧，等会我请你吃好吃的。”赛琳见状也不淡定了：“你要做什么？为什么笑得这么瘆人？”我没有给他解释，而是直接沉浸到米夏埃康多尔角色中。就在我要动手时，一边突声：“喂喂喂，你这样可不行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的玻璃就突然爆开，我身体里的2个外挂也跑出来询问情况，但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。我大声质问：“是什么人？”来人诡异微笑着露出一口尖牙，而他的手并不是人类的手。“你这是又想破坏我们的计划吗？死吧！”说罢，他已经挥爪来到我面前，这速度超乎我们想象，我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。危急时刻，老师及时赶到，一巴掌将他抽飞老远了。老师大声怒吼：“该死的家伙，竟然敢动我的弟子！”说实话，我还没见过老师如此生气的样子。得亏他提前完事赶了过来，看到我没事后，他让我先离开，以免对方还有后手。然而刚刚那人却重新站了起来，然后发出兴奋又讥讽的笑声，脖子也被他咔吧一声转回原位。老家伙，你打招呼的方式也太猛了吧！如果我是普通的 S 级，现在肯定没命了。所以这次你又要帮他吗？老师此时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刚刚那一击，他保证对方的脖子已经断了。接着那人朝我们行了个绅士礼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信奉撒旦大人的阿莫尔，我是被伟大的神赐予力量的使者，跟你们信奉的那些阿猫阿狗不同。如果你把我当成普通祭司的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现在时间到，开始享受派对的狂欢吧。听这话我顿感不妙，接着传来提示，准备就绪的1048个术士同时产生共鸣，竟然还有那么多，都怪这家伙浪费了我的时间。但现在只要立马除掉种子。想到这，我才发现赛琳不见了，我赶忙四处寻找，却也没想到他正蜷缩着身子飘在空中。这难道是恶魔要降生了吗？你们知道恶魔最喜欢什么东西吗？那就是人类的恐惧。他刚说完，附近就升起一道道黑色光柱，光柱将这一大片区域笼罩起来。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开始惶惶不安，不多会，天空被打开了一道口。接着人类的身体冒出黑气，一个个瘆人且扭曲的灵魂从体内冒出，而这些飘出的灵魂通通朝天空缺口的方向汇聚。我意识到事情十分严峻，如果这些灵魂进入赛琳体内，那他被彻底恶魔化只是时间问题，我必须尽快拔除掉他体内的种子。然而我的想法却被阿莫尔看出来了，
别做无用功了，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你们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马上恶魔就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。在他说话间，那些被黑化的灵魂已经离赛琳近在咫尺，接着强大而邪恶的能量从那里扩散出来。这时老师生气大吼：你这个混蛋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都到这个年纪了，居然还犯中二病！你是看了什么愚蠢的小说吗？同为小说作者的我仿佛心头被扎了一箭，阿莫尔却咧嘴笑了起来。看来你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如果你还隐藏实力，就把吃奶的劲使出来吧。说罢，他已经窜到老师面前，老师却丝毫不慌张，对付你完全没那个必要。接着老师的拳头和阿莫尔的巨爪碰撞在一起，他们对轰产生的气场让我无法靠近。虽然我很担心老师的安危，但现在阿莫尔已经和赛琳分开，只要我趁这个时候除掉主人。刚想到这，我心头剧颤，充斥腐烂般的血腥味从我身后传来，还有这强烈的压迫感，这和我当时写的恶魔首次登场的情况一模一样。难道说赛琳已经？我恐惧又害怕的回头望去，暗红色的弯角，黑灰色的紧身皮衣，还有那对象征邪恶的双翼，不容我再质疑，赛琳真的变成了恶魔，因为我写的恶魔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颤抖着声音：赛琳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他好奇瞥了我一眼。你是谁？听到这声音，我的心沉入谷底。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恶魔的声音，就像是铁块相互摩擦产生的声音那般刺耳。难道已经无法挽回了吗？已经被恶魔化的人是无法被拯救的。赛琳真的回不来了。但如果我今天不能阻止他的话，这个世界肯定会有很多人死去。我含泪做出了艰难的决定。沉浸以下埃康多尔，我使用高级神官的神力对其施展神性咒语。接着恶魔不停的惨叫，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但是看似无头的恶魔还在不停扭动着。不久后，他终于从痛苦中恢复过来，他的脸也变得狰狞。你这家伙对我做了什么？说罢，他已经闪身到我身前，就连神性咒语都对他无效。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老师也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他的心顿时揪了起来。阿莫尔趁机偷袭，但攻击还是落空了。老师急切的想要速战速决，他的大脚朝阿莫尔的面门踩下。老师原以为这样就能结束战斗，他刚想离开，可那家伙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。你想到哪里去？我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另一边，我被恶魔一击打倒在地，但刚刚扛那下已经耗光力气。我再次为自己羸弱的实力感到愤恨。如果我再强大一点，就不会让赛琳和那些人陷入危险中了。或许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写小说，我才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赛琳，拜托你回来吧。突然一声前辈将我从痛苦中拉回，虽然那声音依旧那么刺耳，但会这么叫我的只有赛琳了。明明变成恶魔后，原来的灵魂就会完全消亡，可是如今赛琳好像恢复了神智。前辈，我很害怕，也好痛苦啊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赛琳的灵魂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直接消亡，而是身处一片黑暗中。他现在还是一头雾水。明明我刚刚还在咖啡厅的，然后那个奇怪的家伙攻击了我们，之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。然而在这片黑暗中，身后断断续续传来抽泣声和求救声。赛琳惊恐地回头，只见一个个人类被困在密室中，有的人还在求救，有的人却放弃了挣扎。眼前的场景让赛琳联想到地狱，但他还是想着先去救人。忽然他听见身后开门的声音，还有暴起的惨叫声。等他回过头时，一只巨爪已经抓住几个人正向上升起，他们挣脱不开，只能无助的求救。见状，赛琳立马发动自己的固有能力冰冻世界，冰晶朝那只爪子蔓延。很快爪子表面凝结出冰霜，终于巨爪松开，那些人安全落在了赛琳用冰制造的平台上。赛琳松了口气，但他必须马上准备下一击。忽然背后遭受巨力撞击，赛琳被砸出去滚了好几圈，背部也火辣辣的疼。还不等他缓过来，巨爪再次朝他抓来，赛琳根本躲闪不开，他绝望闭上双眼。这时不知哪里传出声音：我以神的名义审判你。接着神力化成的神光将巨爪笼罩，巨爪在神光的照耀下迅速消融。赛伦还不清楚为什么巨爪停止了攻击，只听见隐约有声音传来：赛琳，求求你变回来吧。封闭的空间被打开了缺口，一道身影朝里面伸出手，赛琳也朝外伸手。前辈，这里好黑好冷，我害怕，还有很多人被关在这里，我一个人救不了他们，请你救救我们吧。原本我以为变成恶魔后，身体本来主人的灵魂会完全消亡，但赛琳现在还保留着意识，这是我写的小说里没有的设定，肯定是刚刚他魔化出现了什么意外，但我完全想不到。而这时候恶魔正在不断打压赛琳的意识，恶魔和赛琳的声音时而交替，我却只能看着干着急。突然我看到他手背上的那个光点，那是神力，是我一开始用来检测赛琳身体时无意间留在他体内的，肯定是这点神力庇护了赛琳的意识，而我刚刚的攻击恰巧将他唤醒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沉浸以下埃康多尔，沉浸失败，沉浸所需的魔力不足，无法发动技能。我也没想到沉浸高级神官这么消耗魔力。恶魔见状也发起嘲讽，看来你的魔力已经枯竭了，而他手背的神力光芒快要消失了。赛琳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为什么我总是在关键时候这么没用？我正自责，却突然弹出提示：七大英雄中的光之引导者借给您力量，魔力开始恢复。虽然不知道弗丽娜为什么帮我，但这正是我最需要的。我再次沉浸到米夏埃康多尔角色中，果然这次没再发生意外。接着我召唤出他的圣之十字架，邪恶的灵魂啊，我以神的名义审判你！画壁十字架刺入恶魔里赛琳的体内，随着恶魔的惨叫声响起，大量魔气从他的伤口外泄，
还有赛琳的记忆正在回归身体。我正抵挡着魔气的冲刷，下一刻就来到了一个幽暗的空间中，但我很快就想到这里是赛琳潜意识中的灵魂监狱。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声音，等我转身，只见赛琳像娃娃一样被机械爪往上提起，我立马喊着冲过去。听见我的声音，他悠悠转醒，随后他朝我伸出手，看着离我有5米高的赛琳，我微微下蹲，蹬地起跳，及时抓住他的手。我立马给他灌注神力，神力将他身上的魔气全部驱除。下一刻，赛琳和恶魔一分为二，原本恶魔的身体开始膨胀。你这家伙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说完这句话，他痛苦地嚎叫起来。无辜人类的灵魂也逃离出他的身体。不多会儿，赛琳落地，灵魂也尽数离开，留在原地的是一个凹凸不平的红色肉球。这下我肯定已经成功解救了大家。我赶忙向赛琳跑去，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还好他还活着，现在只要解决掉这个东西就行。看着他还在不停蠕动，我都觉得有些恶心。突然他表面长出眼睛和嘴巴，快把身体还给我！我的身体，把我的身体还回来！他咆哮着向我冲来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于是我坦然闭上眼等死。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想象中的大嘴没有袭来，眼前反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手上的闪电还在不停闪烁。接着他回头，不好意思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他是看到人们的灵魂都飘到这边，觉得有猫腻就赶了过来，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时他才发现一旁躺着不动的赛琳，难道他是被刚刚的怪物攻击了？话音刚落，恶魔已经来到他身后，张开大嘴想要偷袭，没想到云雅的反应比我还快，只见他玉手轻抬，一个魔法阵瞬间形成，恶魔被锁定，裂开吧！说罢，恶魔再一次被他击碎，真是吓我一大跳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恶魔的血肉残渣不停蠕动着，转眼间身体就恢复了大半。这下云雅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而我才意识到恶魔能够吸收魔力修复身体，除非一击将他打得渣都不剩，不然怎么攻击都是徒劳。可是谁又能做到呢？这时恶魔竟然流出眼泪，不够，这还远远不够，我需要身体。那边的阿莫尔还在跟老师对峙，可突然天黑了下来，恶魔已经来到他身后，快把你的身体献给我！没有防备的阿莫尔只能被恶魔吞入口中，就算他拥有不死之身，但被整个吃掉也没有任何办法。老师也是张大了嘴巴，他没想到这些东西疯狂起来，连同伴都不放。而获得身体的恶魔长得更加瘆人了，其身长至少也有20米。老师很快就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体型越大，那我揍他的时候就越尽兴。接着他释放出属于宙斯的雷电属性魔力，只见他全身弥漫着白色电火。然而恶魔还在使劲调侃：雷电魔力嘛，吃起来应该很美味吧？老师这边一个高能雷球已经形成，既然这么好奇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雷球朝恶魔轰出，恶魔不躲不闪，白光顿时照亮了这一方空间。我知道老师这招很强，但如果连这一击都无法将恶魔干掉的话，这力量反而会让他更加强大。在我思索间，雷霆之力已经被恶魔吸收殆尽。这魔力还真是美味啊！还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。至于你的身体，我也收下了。说罢，他朝老师挥出爪子。老师刚想再次攻击，但恶魔的身体竟然自行开裂，丝丝电流从里窜出。老师也是一头雾水，我还没攻击，他怎么就裂开了？我猜测是老师刚刚的雷霆之力在他身体有所残留，而现在正是将他一举歼灭的机会。我连忙呼叫云雅，你可以立马用出最强的火系魔法吗？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等我给出信号就朝恶魔攻击。云雅虽然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但她还是立马释放出火焰魔法阵。我不得不说真快，不愧是学院的第1名。那我也要开始了。只见我手上的2颗珠子发出金光，这是上次获得的辅助道具，灭亡时代设定集。通过它，我可以搜索小说里最适合现在的技能。搜索到以您目前所剩的神力能够使用的一项技能，直接将使用方法输送至使用者的脑中。我只觉灵光一闪，感觉有点微妙。这是连米夏埃都没用过的术士力量协调。以我剩下30%的魔力，用了这个技能很可能会死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。我猛然睁开眼，云雅就是现在。闻言，云雅立马榨干自己的魔力，发动火系魔法爆火。经过层层魔法阵加强，火焰来到恶魔面前时已经能覆盖他全身。接着传来恶魔痛苦的惨叫声，我也释放出技能燃烧欲望之魂，使其净化成火。大片神光降临在恶魔身上，火焰跟神光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焚烧一切邪恶的生物。恶魔的惨叫声更加凄厉，很快他的身体化成点点金光，消散于这世间。诅咒的种子被净化，恶魔的自我已崩溃，所有力量都已用尽，沉浸技能被强制终止。老师也没想到我能将神性赋予其他技能，他猛然想起我上次超负荷使用力量的惨状，立马着急寻找我的身影，而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但他还是朝我跑来。你怎么没事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表示并没有，同时也很好奇，我今天使用3次大招，按理说已经超过身体的负荷了，但为什么没事呢？云雅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紧张。就在老师刚刚放松下来时，我的身体开始迅速虚化，眨眼间就如同刚刚那个恶魔一般消失在这片土地。开了外挂就是想死都死不了，超负荷使用魔力干掉了恶魔，本来我应该灰飞烟灭的，我却是一点事都没有。艾丹也感到无比震惊，但他一想就知道是弗丽娜帮了我，所以弗丽娜，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弗丽娜倒是觉得理所当然，而且因为你应该也会高兴吧。艾丹却是嘴硬不承认。弗丽娜让艾丹送我去2层就知道了，不想艾丹立马恼怒起来。弗丽娜，你越界了，总之你辛苦了，还有别再提那件事了。可弗丽娜还在继续那个话题，其实你很在意吧？你将塔1层的难度设置为不可解，也是因为那些孩子吧？因为你不想让任何人上到2层。可是韩证明他攻略成功了，这也代表他有资格吧？难道你不好奇他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吗？
艾丹也觉得他言之有理，那就按照你说的，我让他上去。接着系统传来提示，劈开地平线之剑，邀您进入建筑之塔2层。与此同时的塔2层里，两个小孩因为晚饭有了着落，正高兴着，忽然身边就亮起刺眼的光芒。下一刻，我凭空出现在这里，但此时的我也是一头雾水。通过弹窗，我才知道这里是2层的脏乱贫民窟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女孩则是警惕地将弟弟护住。大叔，你是谁啊？他们都是原作中存在的人物，而我作为原作者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物信息。他们2人的信息窗口出现在眼前。跟姐姐雷雅的警惕不同，弟弟杰克好奇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是魔法师吗？是怎么做到的呀？”这时我肚子传出咕噜噜的声音，杰克热情地递来一个水袋。哥哥，你饿了吧？要不要喝这个？我虽然觉得丢脸，但还是接下了。毕竟恶魔那一战早已把我胃里的食物消化一空。不过这东西真的能喝吗？我不安地喝下一口，然后立马喷了出来，喝下发霉的苔藓茶，轻微食物中毒。我一边吐出嘴里的残汁，顺手将坏掉的茶水倒掉。没想到杰克直接哭了起来，雷雅也出言抱怨：“这是我们仅剩的水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声抱歉，然后给他们做了一盘子的烤肉，这是我向你们赔罪的礼物，你们吃块烤肉消消气。姐弟俩也毫不客气地拿起来大口吃着，我震惊得合不拢嘴，用手拿难道不觉得烫吗？你们慢慢吃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呢。雷雅客气问道：“大叔你不吃吗？”我则是泪奔：“你可以不要叫我大叔了吗？你们多吃点，我不用吃，别再吃这种发霉的面包了，会拉肚子的。”话说这里就只有你们2个人吗？杰克说以前是3个人，不过有一个不在了，还有帕维尔哥哥偶尔会过来玩。我知道他说的之前那个人是艾丹，至于帕维尔这个名字倒也有些耳熟。雷雅又变得警觉起来，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？我连忙解释，只是出于关心问问。你们快吃吧，一会儿烤焦了。说完我就朝屋外走去，表示去上个厕所。他们一脸的狐疑，但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小声嘀咕着：“艾丹你在吗？虽然我很感谢你能邀请我上2层，但你能让我直接出去吗？我还得确认大家有没有事。”艾丹却是发了一个省略号，我也忍不住了，你倒是回答我呀！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待在这里的。接着传来提示，您的请求被拒绝了，请攻略2层。我蹲下抓耳挠腮，暗骂艾丹这个混蛋。我刚刚突然消失，他们一定会很担心。还没等我抱怨完，我眼前就出现了几只脚，其中一人用不善的语气问道：“你跟那些家伙很熟吗？难道因为我不是当地人，所以就要把我干掉？”连80岁的老奶奶颤抖着身子也要站出来。而在我的印象中，男主艾丹离开后，这个插曲并没有因此结束，所以这是连我这个原作者都不知道的幕后剧情。我好言劝说他们先放下武器，但他们没有半点要和谈的意思。这时雷雅从帐篷走了过来，见到雷雅，他们立马冲上去：“你这个怪物，给我去死吧！”我将那个老头撞开，这才将雷雅救下。弱不禁风的老头跌倒在地，这让其他人更加恼怒。这家伙和怪物是一伙的，全部要干掉！我也没想到事情愈发的不可控，只能再次让他们先把武器放下，好好聊聊。这时任务窗口弹出，任务是找到贫民窟的威胁并将其打倒，失败惩罚是永远被困在塔中。我立马明白其中的意思，那是让我不要管雷雅的死活。这更让我想不明白，这完全不是艾丹的风格，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突然一个酒瓶砸来，直接命中我的脑袋。看来现在不是乱想的时候，得先解决这些当地人。他们也怒不可遏地向我们冲过来。这时一个墨绿发男子将老奶奶拦住：“奶奶您冷静一点。”艾丹有些诧异，这家伙是什么人？接着他将我2护在身后。我之前说过了，虽然那些人死在他们家里，但孩子这么小怎么可能杀掉成年人呢？而我也好奇他是谁，为什么要帮我们。于是我使用原作者的权限探查他的个人信息，我这才想起来他是铁匠帕维尔。在艾丹离开后，是他照顾杰克和雷雅。在帕维尔的劝说下，他们果然离开了。我对他的出手帮忙表示感谢，然后询问村子发生了什么事，导致他们对雷雅杀气腾腾的。原来最近村里发生了多人凶杀案，凶手没抓到，只是在尸堆里发现了这2个孩子。接着帕维尔说他有怀疑的对象，那就是艾丹，那个原本和2个孩子一起住的男人。现在他不见了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凶手。这话惹得艾丹暴跳如雷，这个疯子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觉得脑子要炸开了。更气愤的是，刚刚他就很不对劲，进来之后一直不理我。不久后，帕维尔跟我道别离开，艾丹还在我脑海中叫嚣着，我让他冷静一下。人都走了，艾丹虽然安静了下来，但是心中的怒火一直得不到平息。见状，我叫住他，我知道这应该是个误会，因为我相信人不是你杀的。闻言，艾丹欲言又止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是因为这2个孩子你才召我进来的吗？”艾丹沉默了许久才回答：“没错，我以前和杰克还有雷雅一起生活过，在一个人的旅途中，我在这个村子遇见了他们，后来跟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玩耍。说起来，我们跟家人差不多。”我深有所感的回了句：“是啊。”可疑的反而是污蔑别人的帕维尔。这句话得到艾丹的赞同。没错，我以前都没见过那家伙。突然他意识到什么，刚才这家伙说是啊，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。难道他知晓我的过去？他也想起我在完成1层攻略的时候，用的不是普通攻略，而是隐藏攻略。难道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？这时的我刚打算休息一会儿，却被艾丹突然叫住。我表示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？我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。难道是刚刚说错了什么？但表面只能假装尴尬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虽然艾丹没有继续追问，但我深知他的难产，他肯定会一直怀疑我到底的，因为他我一夜无眠。
思考了一整晚，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他狡辩。如果被他知道是我设计出他痛苦的人生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雷亚过来好奇的询问：“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表示没事，让他再睡一会儿。你一整晚哼哼唧唧的，吓我一跳呢。我再次说自己好着呢，然后起身要出门，雷亚却是抓住我的衣服：“你会很快就回来的吧？”我摸她的头安抚道：“只是出去散散步，很快就回来的。”看来这小女孩是真的放下了对我的戒心，虽然他们只是我为了试炼艾丹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，但现在看来和正常的孩子也没什么区别。在我出门时，刚好碰见帕维尔过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些发霉的食物，说是给孩子吃的。我立马从手链拿出一些新鲜的给他，让他不要客气，到时候一起吃。刚走没几步，艾丹又传来讯息：“你把我昨天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？只有干掉那2个孩子，你才能出去。”我嘟着嘴说他冷血，这种事情我才不会做。说话间，我从手链拿出自己的笔记本。艾丹这么着急倒是让我觉得奇怪，或许是我遗忘了什么情节。果然很快我就从小说中找到想要的，所以艾丹还没有解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吗？